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是摆烂的一天。今天本来没有想摆烂的，只是早上起来就一边打游戏一边正好听到了版主昨天发的直播，然后他就提到了我发现他有时候会提到一些我前两天视频里刚讲的事情，比如说关于休息，要休息就好好的休息，就不要脑子想干事儿，身子在休息，然后纠结一整天这个样子，就是之前干的事儿。然后他提到他整个6月要摆烂，然后我说 OK， just good to know， 我没太在意。但关掉视频之后，大概已经是1点多了吧。我就察觉到我今天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想干事，今天不是那么 productive。然后我还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虚，就是这种，比如说前一天发烧，第二天大病初愈的那种虚，但是虚的没有那么厉害，但就是还有点虚。我说那算了，今天我也摆烂吧。今天就是比较放纵自己摆烂的一天。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看上了哈利波特，就是油管上有很多解说哈利波特的细节的视频，除了一些可能就是7部以外的外传的，就是罗琳之后写的一些补充的东西我没看之外，所以其他的书跟电影我其实是已经看烂了，但是很多年没有再返回去仔细的看电影跟书了。他讲解有一些补充，我觉得还不错，我就开始看了一阵，我又看到解说原著的，我又觉得很有意思，就去回去看原著。就是可能现在除了看剧情之外，会看罗琳的一些写作手法挺有意思。就是他比如说第一部刚开集的时候会解释，会就是如何描写哈利是在德斯里家里是个怎么不受宠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我今天摆烂嘛，躺在床上我就开始抱着 Kindle 开始看。然后我今天拿到了我昨天去曼哈顿取回来那个净水器的滤芯，那滤芯老大一个，80刀，一个能用1年吧，还不错。就是不是说了吗？我算了算，我可能1个月在买水上面花的钱，大概就50-60刀了。就是大桶的瓶装水跟小桶的那个散装水，因为我这个人喝水喝的还蛮多的，一天可能要喝2升，至少要2升吧，要花那么多钱。然后你想想看，我买一个滤芯加一个机子也就180，那也就是3个月的水钱。我说那就 great， it's a great deal。然后我今天拿到滤芯之后，我试了一下，非常棒，非常满意。就是我还是用它，就是拿这个水壶泡了一壶茶，我现在能尝到茶味儿，喝起来跟我用那个纯净跟我用瓶装水泡的味道差不多，那就说明这个水 it's great， 我就很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替换方案。因为我 partner 看我堆了一堆水在那个鞋架上面，他其实挺不爽的，他希望我把收纳的好看一点。现在就有一个更好的解法 OK。 然后我还想聊一下，不是我前阵子拿到 Switch 2之后，我再拿它玩荒野之息吗？然后我不是说我这次玩荒野之息我会更勇敢的去尝试打怪，去尝试那个就是完美闪避之后的零氪时间打怪，就是有技巧打怪。可能之前受我不够好那句话的影响，就是我打游戏会有一种学习心态去打，就还挺累的，这就会让我下意识的逃避打游戏，就是打游戏又会印证我不够好这件事。就除了像荒野之息真的巨好玩这种，你真的会无意识一头扎进去的打，而且你不需要会零氪的子弹时间，你也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把你打趴下。比如说 Amiibo 刷好装备，那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条大陆通罗马嘛，之前是那么打过的。然后这次我就无意识的，可能因为疗愈好自己，我就会开始没事嘛，玩玩嘛，就玩而已，那么认真干嘛？我就会开始尝试，就不断的用触发零氪时间去打，就是也没有说特别想学的特别好之类的，就是玩嘛。然后我就发现说我不再需要 Amiibo 了。我之前玩荒野之息，我比如说出门玩，我都会带着 Amiibo 卡片，我拿一下。我2017年在淘宝上买的 Amiibo 卡片，小小的一套，还挺不错的，我很喜欢这一套卡片。
就即便现在我有这个数字版 Amiibo 了，我还是留了这个小卡片，因为我很喜欢它。就是我即便出门，我玩 Breath of the Wild 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它，因为它里面会出好装备，就是依赖到这个程度，对好装备依赖。因为生怕打不过怪，我又会觉得我不够好，然后又开始 blah blah blah。Anyway， 然后这次我发现，我就用游戏里初期给的那些垃圾装备，我就已经足够应付初期那些怪了。就发现突然感觉说，好像就是装备这种身外之物，它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的技能，就无论我拿到什么样的武器，我都有好的方法干掉他们。然后我就突然感觉这种感觉很有力量，就是有一种，我想想怎么说啊，我就是真正你自我强大的一种方式，是你不再在乎你使用的身外之物是什么，你即便用垃圾，但只要你人牛逼的话，你就能创造出这种好东西。我现在深刻的亲身体验到这是什么感觉了，这种感觉很棒。然后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甚至戒掉了一些我买悠悠球的欲望，就是我会这么套嘛，那既然不用好装备也能打掉怪的话，我不再需要再囤很多好的悠悠球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悠悠 player 了。 Same thing。 不过最近我悠悠球买的确实是少了很多，我今年就买了2个，就同一个悠悠球我会买2个嘛，一个玩一个用。6个月了我只买2个悠悠球，非常棒。然后又讲到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因为我不够好这个字，它甚至会阻挡我享受好游戏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马车世界。马车世界很多的赛道重置之后跟之前的不太一样了嘛，因为它现在就像我之前讲的，它是个合家欢乐的游戏，它要确保这个东西很好上手。它这次又增加到24人的赛道，这个赛道一定要宽，然后24个人，它一定不能再是那种窄道急弯了。窄道首先容不下24辆车，急弯其次是不太好上手，所以为了符合合家欢的聚会游戏这个标准，他们就把道路改宽，把弯改大。然后他们接下来要做的挑战就是如何在这个大直弯道上做出有难度的，就是还可以易上手难精通的那一部分的赛道要怎么做，他们就刷出了，他们就设计出了那个爬杆和上墙这个设计，就让它变得更像是一个动作游戏而不是赛车游戏了。我还挺佩服任天堂的，就是虽然我不是很中意这套机制，但你不得不佩服它整个玩法跟想法更贴近传统马里奥那一套手感的东西，很难描述，但是它就越来越跟马里奥比如说大乱斗或者是奥德赛其他游戏那个感觉越来越贴近了。Anyway， 那说明赛道我就要重新去探索跟挤它的那个捷径了嘛。就是你看我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就是我又要开始钻研，像学习一样钻研这个好的游戏，这就很累。我就突然抓到我这一点，说为什么打游戏又要搞得跟学习一样，就是又是我不够好这句话在作祟，导致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这个游戏。我下意识会觉得说，我只有把这些找个视频去学习那些赛道的捷径，只有把这些练会了，我才能玩好这个游戏。就是这种想法又出现了，很离谱，真的是很离谱。然后我就操你妈，去你妈的，我就随便玩了怎么样？虽然但是啊，就是我其实还没完全走出这个阴影，因为我现在还不能特别放松的去挑战多人游戏。多人游戏真的是会打到，就是马里奥赛车多人游戏还不止其他的那个多人游戏，就马里奥赛车多人游戏我都知道可能会让我打到高血压的一个游戏。Anyway， 我按照我之前打喷射的经验，我 assume 它会打到高血压，但我还没有试。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又会触发我不够好这一件事儿，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有点回避。不行，不能再回避了，我得去尝试一下，输了就输了 whatever。然后我就抓到这个点了嘛，我就抓到
我不够好这个事情，它阻碍我玩游戏的这个点。然后我现在放宽心，就输了就输了，没有关系。然后我发现这个世界模式该怎么玩了。你得在赛道上跑，你才能看到那个 P button 和那些可能要去收集的金币。他们大多分布在大路上。我要是一直在野路上跑的话，那真的是蛮无聊的一件事。我感觉这个游戏要放在10年前，可能，比如说初高中的我可能会特别喜欢。你可以开车满世界跑，而且中间还有这么多小关卡，真的太好玩了。就是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从 GTA 5到那个地平线这么多可以满世界跑的开车满世界跑的游戏，我现在，我是能感觉到，如果是初高中的我会特别喜欢这个游戏吧。现在它就更多的是那种大乱斗的竞技类乐趣了，对于我而言。但 anyway， 这个游戏买了，我还是学会挖掘它好玩的地方，学会享受它吧。OK，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